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放牛娃被恶婶子赶走，半仙看见立刻下跪，叔婶被吓死。哎呦喂，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？咱村那放牛娃小石头，昨个被恶婶子一顿好撵，差点没撵出村子去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半仙老张头路过，一瞅见小石头，二话不说，扑通一下就跪下了。这事儿可真够逗乐的。村口的大槐树下，几个老汉围成一圈，叼着旱烟袋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这事儿得从头说起。小石头是村里老李家的小孙子，自小爹娘就没了，跟着爷爷奶奶长大。老李头两口子是实诚人，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硬是把小石头拉扯大了。可偏偏小石头的叔婶那是一对尖酸刻薄的种，平时对老李头两口子就不怎么待见，更别提小石头了。前阵子老李头病了，卧床不起，家里就剩下小石头和他奶奶相依为命。这恶婶子瞅着机会来了，整天指桑骂槐，说小石头吃白食不干活。小石头呢也懂事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不是去地里帮忙，就是上山放牛，生怕给爷爷奶奶添麻烦。那天小石头放牛回来，刚一进家门，恶婶子就拿着个笤帚站在门口，劈头盖脸的一顿骂：你个死小子，就知道吃闲饭！瞧瞧这牛，瘦得跟竹竿似的，你是不是都给偷吃了？小石头吓得往后缩，手里紧紧拽着牛绳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婶儿，我没偷吃，牛它就是不爱吃草。呸！你还学会顶嘴了？看我不打死你！恶婶子说着就要上手。小石头吓得撒腿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奶奶，奶奶救我！就这么着，小石头被恶婶子追得满村子跑，最后还是村长老伯出面，才把小石头从恶婶子的魔爪下救了出来。小石头蜷缩在村长家的门槛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吧嗒吧嗒地往下掉。这时候，半仙老张头正好路过。老张头这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能掐会算，平日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，都得请他去看看风水。老张头一眼瞅见小石头，眉头一皱，停下脚步，围着小石头转了一圈，嘴里念念有词：哎呀妈呀，这孩子身上怎么有这么大一股怨气？说着，老张头扑通一下就跪下了，把小石头和村长都吓了一跳。老张头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咋还给孩子跪下了？村长慌忙扶起老张头。老张头一脸凝重：村长啊，这孩子不简单呐，他身上背着大因果，我这一跪是敬他背后的那位。小石头一听愣住了，眼泪都忘了擦。啥？我背后有谁？老张头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这事儿说来话长，总之你得小心。你叔婶他们怕是……老张头话没说完就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。原来是恶婶子听说老张头跪了小石头，气呼呼地找上门来了。老张头，你干啥呢？咋还给我家小石头跪下了？你这是咒谁呢？老张头斜了他一眼，哼，你家那点事儿还用我咒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儿？恶婶子一听这话炸了毛，你啥意思？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就别想出这个门儿。老张头也不跟他废话，转身就走，好自为之吧，这事儿我可管不了。恶婶子还想追，被村长拦住了。行了行了，别闹了，老张头的话你得听进去，这孩子怕是真有啥不一般的地方。恶婶子不甘心，但也只能悻悻地回家了。回到家，他跟恶叔叔一合计，觉得这事儿透着邪性，心里直犯嘀咕。晚上，两口子躺在床上，
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总感觉屋里阴森森的，好像有啥东西在盯着他们。就这么熬了一宿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两人都顶着个黑眼圈，脸色蜡黄。二婶子刚一起身，就觉得头晕目眩，差点没栽倒。二叔叔也觉得不对劲儿，浑身乏力，好像被抽走了魂似的。两人也没心思干活了，就这么在家里躺着。到了中午，村里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，原来是小石头家的牛不知道咋的就跑丢了。大伙儿都帮着去找，结果在山沟子里找到了。那牛正围着一块大石头转圈儿，嘴里还哞哞地叫着，好像在看啥东西。大伙儿走近一看，吓了一跳，那石头上竟然刻着个小人的模样，跟小石头长得一模一样。大伙儿赶紧把小石头叫来，小石头一看也愣住了，这是我。村长一看这情形，心里有了数，老张头说的，怕是真的。这孩子怕是真有啥不一般的地方。二叔叔、二婶子听说这事儿，吓得脸色都变了。晚上，两人又躺在床上，这回是彻底睡不着了。他们想着老张头的话，想着小石头身上的怨气，想着那块刻着小人的石头，心里直发毛。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了几天，两人终于扛不住了。二叔叔先倒下了，躺在床上胡言乱语，一会儿说看见小鬼儿，一会儿说听见哭声，吓得浑身直哆嗦。二婶子呢，也开始出现幻觉，总觉得身边有人影晃动，吓得她整天神经兮兮的。没过几天，二叔叔、二婶子就相继去世了。村里人都说这是报应，恶有恶报。小石头呢，自从那事儿之后，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。他每天还是照常放牛，只是再也不去二叔叔、二婶子家了。村里人都说小石头背后肯定有啥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老张头呢，自从那事儿之后，也再没提过这事儿。只是有时候他会偷偷地看着小石头，眼神里满是复杂和无奈。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总会有人想起二叔叔、二婶子的下场，心里不禁泛起一阵阵寒意。而小石头也仿佛成了村里的一个谜，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。后来，小石头长大了，离开了村子，去了很远的地方。村里人再也没有见过他，只是偶尔听说他在外面过得很好，成了一个有本事的人。至于他身上的秘密，也随着他的离开，渐渐地被时间淡忘了。可每当村里人经过那块刻着小人的石头时，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，仿佛能从中感受到一丝丝神秘和不安。而那块石头也仿佛成了村里的一个守护神，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。至于老张头，他在去世前曾对村里人说过一句话：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善恶终有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这句话也成了村里人的一句口头禅，每当有人做了亏心事，总会有人拿这句话来提醒他。而二叔叔、二婶子的下场，也成了村里人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，告诫他们做人要善良，不要为非作歹。至于小石头，他就像一阵风，吹过了这片土地，留下了一段传奇，也留下了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。话说小石头离开了村子，这一走就是10几年，村里人再也没见过他，只是偶尔从外头回来的人嘴里能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，说他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，成了个大老板，还娶了个漂亮媳妇。村里人听了都替他高兴，觉得这孩子总算是熬出头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就在小石头离开村子的第15个年头，他突然回来了，而且还不是一个人回来的，身后还跟着一大帮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一个个都穿得光鲜亮丽，看起来不像是普通人。村里人一看这阵仗，都愣住了。
心想这小石头出去这些年到底是干啥了？咋回来还整这么大排场？小石头一到村口，就看见了那块刻着小人的石头。他停下脚步，静静地看了好一会儿，眼神里满是复杂和感慨。然后他转过身，对身后的人说：“这就是我长大的地方，这就是我的家。”身后的人一听这话，都纷纷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。小石头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微笑着点头，带着他们往村里走去。到了村里，小石头先去了村长家。村长一看小石头回来了，还带了这么多人，也愣住了，赶紧招呼他们进屋坐，还让小媳妇去烧水泡茶。小石头和村长坐在屋里，聊起了这些年来的经历。原来小石头离开村子后，就去了南方打工。一开始也是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。可后来他遇到了一个贵人，一个很有钱的老板。那老板看小石头人老实，又肯吃苦，就收留了他，还教他做生意。小石头也是个聪明人，一点就透。没几年，他就跟着那老板学到了不少本事，自己也开始独立门户，做起了生意。这一做就做出了名堂，成了个大老板。村长听了小石头的话，感慨万分：“哎呀，真是造化弄人啊！想当初你叔婶那样对你，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呢。没想到你现在竟然混得这么好。”小石头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：“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我现在只想好好报答村里人，报答爷爷奶奶的养育之恩。”说着，小石头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，递给村长：“这是10万块钱，您先拿着。等过几天，我再组织个捐款活动，给村里修修路，建建学校。”村长一看这信封里的钱，眼睛都直了：“哎呀妈呀，这么多钱！小石头啊，你这可真是太大方了。”小石头笑了笑：“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这些年虽然在外面赚了点钱，但始终没忘本。村里人对我的好，我都记着呢。”村长一听这话，心里暖洋洋的，赶紧招呼小媳妇去准备饭菜，要好好招待一下小石头和他带来的这些人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就在村长准备饭菜的时候，村里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。原来是鄂叔叔、鄂婶子的儿子小柱子带着一帮人找上门来了。小柱子这些年也没少折腾，可始终没啥出息。一听说小石头回来了，还带了这么多人，还捐了这么多钱，他心里就不平衡了，觉得这都是他爸妈当年没把小石头赶出村子才导致的后果。于是他就带着一帮人来找小石头的麻烦了。小柱子一到村长家，就指着小石头的鼻子骂：“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！当年我爸妈那样对你，你现在回来报复来了是吧？还捐这么多钱，显摆啥呢？”小石头一看是小柱子，心里就明白了，他也没生气，只是微笑着说：“小柱子啊，你这是说的啥话呢？我回来是报答村里人的，跟你爸妈没关系。”小柱子一听这话，更生气了：“呸！你说的好听，你当年被赶出村子的时候，那叫一个惨啊！现在回来装什么大尾巴狼呢？”说着，小柱子就要上手打小石头，可他的手还没碰到小石头呢，就被身后的人给拉住了。原来是小石头带来的那些人，他们一看小柱子要动手，就赶紧上前来阻拦。小柱子一看这情形，更生气了：“你们干啥呢？咋还帮着外人呢？”那些人一听这话，都笑了：“啥外人内人的？我们跟小石头是兄弟，是家人。”小柱子一听这话，愣住了。他瞅瞅小石头，又瞅瞅那些人，心里直犯嘀咕：这是咋回事啊？小石头这时候开口了：“小柱子啊，有些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。其实我当年离开村子后，就遇到了一个高人，他告诉我，我身上有股怨气，是因为我叔婶他们做的那些事儿。
可他也告诉我，这怨气不能一直留在心里，得想办法化解。小柱子一听这话，更糊涂了。化解？咋化解呀？小石头叹了口气，摇摇头。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，我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、更强大，这样才能有能力回来报答村里人，才能有能力去化解那股怨气。说着，小石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，递给小柱子，这是高人给我的解药。他说，只要把这个撒在我叔婶的坟上，就能化解那股怨气。我本想等过几天再去，既然你来了，就交给你吧。小柱子接过小瓶子，瞅瞅里面的药水，心里直犯嘀咕。他不知道这药水到底是真是假，也不知道小石头说的那些话到底是真是假。可看着小石头那真诚的眼神，他又觉得这事儿好像是真的。于是小柱子就带着那帮人，还有小石头给的药水，去了他爸妈的坟上。他们按照小石头的吩咐，把药水洒在了坟上，然后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就在他们等待的时候，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。那风刮得呼呼作响，好像要把整个村子都给吹走似的。村里人都吓得躲进了屋里，不敢出来。而小柱子他们呢，也被这大风刮得东倒西歪的。他们紧紧地抓住坟前的树，生怕被风给吹跑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天空，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响。小柱子他们抬头一看，只见一道黑影从天空中掠过，直奔他们而来。那黑影速度极快，眨眼间就到了他们面前。小柱子他们定睛一看，吓了一跳。只见那黑影竟然是一只巨大的黑鸟，浑身长着漆黑的羽毛，两只眼睛闪烁着寒光，看起来十分吓人。小柱子他们吓得连连后退，可那黑鸟却好像认准了他们似的，直扑而来。小柱子他们吓得大喊大叫，可却无济于事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一道金光从天空中射下，正好击中了那黑鸟。那黑鸟被金光击中，发出一声惨叫，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小柱子他们一看这情形，都愣住了。他们瞅瞅地上的黑鸟，又瞅瞅天空中的金光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就在这时，小石头带着他的人赶到了。他们一看小柱子他们没事，都松了一口气。然后他们就围在那黑鸟身边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小石头瞅瞅那黑鸟，又瞅瞅天空中的金光，心里明白了。他转头对村长说：“村长啊，这事儿怕是跟那股怨气有关。那黑鸟怕是怨气所化，而我带来的这些人，他们身上都有一股正气，所以才能击退那黑鸟。”村长一听这话，吓得脸色都变了。那现在咋办呢？小石头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这事儿怕是还没完。那股怨气怕是已经根深蒂固了，要想彻底化解，怕是需要一些时间和努力。说着，小石头瞅瞅小柱子他们，又说：“不过你们也别太担心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一起努力，就一定能战胜那股怨气。”小柱子他们一听这话，都纷纷点头。他们觉得小石头说的有道理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就一定能战胜那股怨气。于是从那天起，村里人就开始了一起努力化解怨气的行动。他们按照小石头的吩咐，每天都去做一些善事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而那股怨气呢，也好像真的被他们的行动所感动，开始慢慢的消散了。就这样，过了好几个月，那股怨气终于被彻底化解了。村里人也都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安宁。而小石头呢，也带着他的人离开了村子，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就在小石头离开村子的第二天，村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。原来小柱子的媳妇突然生了个大胖小子，而那孩子的模样
竟然跟小石头小时候一模一样。这事儿一出，村里人都愣住了。他们瞅瞅那孩子，又瞅瞅小柱子他们，心里直犯嘀咕：这是咋回事啊？而小柱子他们呢，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他们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是咋回事，为啥会跟小石头小时候一模一样？可看着孩子那可爱的模样，他们又觉得这事儿好像是真的。于是村里人就开始纷纷议论起来。有人说这孩子是小石头派来的使者，有人说这孩子是小石头的亲生骨肉，还有人说这孩子是上天赐给村里的福星。可不管咋说，这孩子都给村里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欢乐。他们觉得这孩子就像是上天派来的天使一样，给他们带来了好运和幸福。而这事儿呢，也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。每当有人提起这事儿的时候，都会引来一阵阵笑声和欢呼声。而小石头呢，也成了村里的一个传奇人物。他的故事被村里人代代相传，成为了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放牛娃躲窗下，偷听屋中男女谈密事，他在门口放了条蛇。哎呀妈呀，这事儿可真够邪乎的。村东头的老王头一边抽着旱烟袋，一边跟几个闲汉聊着天。大伙儿围坐在一起，就等着听老王头讲那新鲜事儿。这事儿得从咱村西头那放牛娃小柱子说起。老王头吧嗒吧嗒抽了2口烟，眯缝着眼，开始娓娓道来。话说那天傍晚，太阳刚落下山，天边还挂着最后一抹晚霞。小柱子牵着他家那头老黄牛，慢悠悠地从山上下来。这小柱子人小鬼大，机灵得很，平时就爱到处溜达，村里村外的事儿没有他不知道的。那天他路过村西头那栋老宅子的时候，无意间听到里面传来滴滴的说话声。这老宅子已经空了好些年了，平时根本没人来，咋这时候还有人说话呢？小柱子心里泛起了嘀咕，好奇心驱使着他悄悄靠近。他踮着脚尖，轻手轻脚地走到窗户底下，找了个隐蔽的角落躲了起来。透过窗户纸的破洞，他隐约看到屋里坐着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背对着窗户，正低头窃窃私语。这事儿要是让村里人知道了，咱俩都得完蛋。那男人压低了声音，语气中带着几分紧张。怕啥？咱俩小心点不就行了？再说了，那宝贝到手后，咱还用在这穷山沟里待着？女人冷哼一声，语气里满是不屑。小柱子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俩人说的啥宝贝？咋还跟村里人扯上关系了？他竖起耳朵，生怕错过一个字。我跟你说，那宝贝可不是一般的物件，听说能让人长生不老。男人压低声音，说得神神秘秘的。长生不老？你逗我呢吧？这世上哪有那玩意儿？女人显然不信。我骗你干啥？这事儿我也是听我爷爷那辈儿传下来的。那宝贝就藏在咱村后山的山洞里，这些年我一直没找到机会去取。这次咱俩得好好计划计划。男人说完还拍了拍桌子，显得颇为激动。小柱子一听，心里那个惊讶呀，长生不老，这事儿他可从来没听说过。他心里盘算着，这俩人肯定不是好人，得赶紧告诉村长去。但他转念一想，万一他们真找到了那宝贝，自己岂不是也能沾点光？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屋里突然传来了脚步声，那2人似乎要出门了。小柱子心里一紧，生怕被发现，连忙停住呼吸，一动不动。过了一会儿，屋门吱呀一声开了，那2人一前一后走了出来。小柱子借着月光一看，嘿，这不是村里的二狗子和外村来的那个寡妇翠花吗？这俩人平时就不正干，没想到还藏着这等心思。等他们走远了，小柱子才从窗户底下钻出来，
拍了拍身上的土，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办。他想了想，决定先去看看那山洞，说不定能找到点线索。于是他牵着老黄牛，悄悄地往村后山走去。一路上，他走得小心翼翼，生怕被人发现。到了山脚下，他找了棵大树，把牛拴好，然后独自一人往山上爬去。那山洞隐藏在一片密林之中，平时很少有人来。小柱子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找到了洞口。他趴在洞口往里看，里面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他咽了口唾沫，壮着胆子走了进去。山洞里阴森森的，透着一股寒气。小柱子边走边用手电筒照着，生怕踩到什么东西。走了没多远，他就看到前面有一个石台，石台上放着一个古色古香的盒子。他心里一喜，难道这就是那宝贝？他小心翼翼地走到石台前，刚要伸手去拿那盒子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。他吓得浑身一颤，连忙回头看去。这一看，差点没把他魂吓飞。只见一条大蛇盘在洞口，正吐着信子，虎视眈眈地盯着他。小柱子吓得连连后退，一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石块，发出一声巨响。那大蛇一听动静，立刻张开血盆大口，朝他扑了过来。小柱子吓得撒腿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大喊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那大蛇在后面紧追不舍，眼看着就要追上他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到一个主意。他跑到山洞门口，找到一根粗树枝，然后把树枝横在门口，又找了几块石头放在树枝上。做完这些后，他躲在一旁，屏息凝神，等着看好戏。不一会儿，那大蛇追了出来，一头撞在树枝上，树枝被大蛇撞得七零八落，石头也滚落一地。大蛇被这一撞，似乎也有些晕头转向，在原地盘旋了几圈后，才慢慢地退了回去。小柱子见状，趁机逃出了山洞。他一口气跑到山脚下，解开老黄牛的缰绳，骑上牛背，飞快地往村里跑去。到了村里，他直奔村长家。村长一听这事儿，立刻召集了几个青壮年，拿着家伙绳儿，跟着小柱子往山上赶去。到了山洞口，他们看到那条大蛇还盘在门口，不敢轻易进去。村长想了想，说：“咱们得想个法子，把这条蛇引开。”于是他们找来了一些雄黄粉，撒在洞口不远处。不一会儿，那大蛇闻到雄黄粉的味道，果然慢慢地爬了过去。趁这个机会，他们赶紧冲进山洞，把那盒子拿了出来。回到村里后，他们打开盒子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块晶莹剔透的玉石，玉石上刻着一些奇怪的纹路，散发着淡淡的光芒。村长见状，立刻派人把玉石送到了县里的文物局。后来，县里的专家鉴定后说，这玉石是一块稀世珍宝，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。至于那长生不老的说法，纯属无稽之谈。至于二狗子和翠花，他们听说这事儿后，吓得连夜逃跑了。村里人找了好一阵子，也没找到他们的踪影。大家都说这俩人肯定是被那宝贝的邪性给吓跑了。这事儿过后，村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人们还是会想起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。而小柱子也因为他的机智勇敢，成了村里的小英雄。老王头讲到这儿，吧嗒吧嗒抽了2口旱烟袋，然后站起身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说：“行了，今儿个就讲到这儿吧，咱们下回分解。”大伙一听，纷纷站起身来，散了。老王头这故事一讲完，大伙都散了，可心里那股子好奇心却怎么也压不下去。尤其是小柱子，成了村里的小英雄后，更是天天被人围着问东问西。小柱子，你真看到那大蛇了？那可不，跟房梁似的，老粗了。小柱子一挺胸脯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
那你咋跑出来的？嗨，我机灵呗，在门口放了根树枝，那大蛇一头就撞上去了，哈哈。小柱子说完还咧着嘴笑，仿佛那是一场多么好玩的游戏。可大伙心里却明白，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。那山洞，那大蛇，那玉石，哪个不是透着邪性？这天晚上，小柱子正准备睡觉，突然听到窗外传来嘟嘟嘟的声音。他打开窗户一看，只见一个黑影站在外面，手里拿着个布包。谁？小柱子警惕地问。别喊，是我。那黑影压低声音说。小柱子一听，竟然是二狗子的声音。你咋回来了？不是吓跑了吗？小柱子惊讶地问。别提了，我在外面转悠了好几天，才发现那玉石根本不值钱，就是个破石头。二狗子气呼呼地说，然后把布包扔给小柱子。这是我从翠花那儿抢来的，咱俩一人一半，赶紧分了得了。小柱子打开布包一看，里面果然是那块玉石，只不过被分成了2半。他心里一阵嘀咕，这玉石要是破石头，二狗子和翠花为啥还要抢？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我不要，你拿走吧。小柱子说完就要关窗户。哎，你别不识好歹，不要拉倒，我自己留着。二狗子说完转身就走。小柱子看着二狗子的背影，心里越发觉得不对劲。他想了想，决定去找村长。村长一听这事儿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这事儿不对劲，那玉石肯定是宝贝，二狗子和翠花肯定知道啥。村长沉吟了一会儿，说这样，你明天去县里一趟，找文物局的专家问问，看看这玉石到底有啥名堂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柱子就带着那半块玉石去了县里。到了文物局，他说明来意后，专家接过玉石仔细看了看，然后脸色就变了。这玉石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专家惊讶地问。是我从村里山洞里找到的。小柱子支支吾吾地说。山洞？哪个山洞？专家追问。小柱子把山洞的位置和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专家。专家听完，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事儿我们得好好查查，你先回去吧。”小柱子回到村里后，把情况告诉了村长。村长一听，立刻召集了几个青壮年，准备再去山洞看看。到了山洞口，他们发现那大蛇已经不见了。村长挥了挥手，大伙儿小心翼翼地进了山洞。到了石台前，他们发现那另一半玉石也不见了。咋回事儿？玉石咋没了？村长惊讶地问。大伙儿面面相觑，谁也不知道咋回事儿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从山洞深处传来。大伙儿一惊，连忙拿起家伙绳儿准备迎战。不一会儿，从山洞深处走出一个人来，大伙儿一看，竟然是翠花。翠花，你咋在这儿？村长惊讶地问。翠花看了看大伙儿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事儿得从头说起。其实那玉石根本不是什么长生不老的宝贝，而是一个封印，封印着山洞里的一只上古妖兽。”啥？上古妖兽？大伙一听都愣住了。对，那妖兽被封印了上千年，最近封印开始松动，妖兽就快要出来了。二狗子和我知道这事儿后，就想抢玉石，解开封印，让妖兽出来，然后他们就可以控制妖兽，称霸一方。翠花说完低下头，不敢看大伙儿。那玉石咋没了？被你拿走了？村长追问。不是，是我把玉石放回去了。我不想让妖兽出来害人。翠花说完抬起头，眼里满是泪水。放回去了？咋放回去的？大伙儿惊讶地问。我趁二狗子和那大蛇打架的时候，偷偷把玉石放回去了，然后我就跑了。翠花说完，身体微微颤抖。那大蛇呢？咋也不见了？
村长又问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被妖兽收走了吧？”翠花猜测道。大伙一听，心里都泛起了嘀咕：这山洞里到底有啥？那妖兽真会出来吗？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山洞深处传来一阵低沉的咆哮声，大伙一惊，连忙拿起家伙绳儿，准备迎战。那咆哮声越来越近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朝他们靠近。大伙儿紧张地盯着洞口，生怕有什么东西冲出来。就在这时，突然看到洞口处闪过一道黑影，大伙一惊，连忙挥动手中的家伙绳儿，可那黑影却一闪而过，消失在了山洞深处。啥玩意儿？看清楚没？村长问。没看清楚，太快了。大伙儿都摇摇头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山洞深处传来一阵巨响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撞击石壁。大伙一惊，连忙往后退。那撞击声越来越响，仿佛整个山洞都要塌了。大伙儿吓得连连后退，生怕被埋在里面。就在这时，突然看到洞口处射出一道耀眼的光芒，那光芒照亮了整个山洞，也照亮了大伙儿惊恐的脸庞。啥玩意儿？大伙儿惊讶地问。不知道。村长也愣住了。就在这时，那光芒突然消失了，山洞里再次陷入了黑暗。大伙儿面面相觑，谁也不知道刚才那光芒是啥玩意儿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山洞深处传来一阵低沉的咆哮声，那声音仿佛来自地狱，让人心惊胆战。快跑！村长大喊一声，带着大伙儿朝洞口跑去。可刚跑到洞口，就看到那大蛇盘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。大伙一惊，吓得连连后退。咋办？出不去了。大伙儿惊慌失措地问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一阵清脆的铃声，那铃声仿佛有魔力一般，让那大蛇慢慢地退了回去。大伙一看，只见翠花手里拿着一个铃铛，正轻轻地摇晃着。这是啥玩意儿？大伙惊讶地问。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，说能驱邪避妖。翠花说完，把铃铛递给村长：“你们快走吧，我留下来对付那妖兽。”不行，你不能留下来。村长连忙拒绝：“不，我必须留下来。那妖兽是我放出来的，我得负责。”翠花坚定地说。大伙一听，都愣住了。他们没想到翠花竟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那你小心点儿。村长说完，带着大伙儿朝洞口跑去。他们刚跑出山洞，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巨响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爆炸。大伙儿回头一看，只见山洞口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开，一道黑影从里面冲了出来。那妖兽！大伙儿惊呼道。那妖兽长得奇形怪状，身上覆盖着黑色的鳞片，嘴里还长着锋利的獠牙。他一看到大伙儿，就张开血盆大口，朝他们扑了过来。大伙儿吓得连连后退，生怕被妖兽吃掉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一阵清脆的铃声，那铃声仿佛有魔力一般，让那妖兽停下了脚步。大伙一看，只见翠花站在不远处，手里拿着那个铃铛，正用力地摇晃着。那妖兽仿佛被铃声控制了一般，乖乖地趴在地上，不敢动弹。快走！翠花大喊一声。大伙一听，连忙转身逃跑。他们跑了好久，才敢停下来回头看。只见翠花和那个妖兽都消失在了夜色中。从此以后，村里再也没有人敢去那个山洞了，而翠花的名字也成了村里的禁忌。大伙儿都不知道她最后怎么样了，只知道她为了村子牺牲了自己。这事儿过后，村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人们还是会想起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。而小柱子也因为他的机智勇敢，成了村里的小英雄。
只不过他再也不会去那个山洞了，因为那里有着他永远也忘不了的恐惧和悲伤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美妇救下公蛇，不料半夜公蛇缠身，他因此躲过一劫。美妇救下公蛇，不料半夜公蛇缠身，他因此躲过一劫。哎呦妈呀！你们听说了吗？那村东头的李寡妇昨晚上被一条大蛇给缠上了。啥？大蛇缠身？这事儿可真够邪乎的。那李寡妇没事吧？嘿，说来也怪，那蛇缠了她大半夜，结果第二天一早，李寡妇啥事没有，倒是村里头那个平时趾高气扬的刘财主，莫名其妙的遭了殃。这事儿发生在咱南边一个小村庄里，那村子名叫杏花村，村子不大，但事儿不少。今个咱就聊聊这李寡妇和那条大蛇的事儿。李寡妇名叫李翠花，人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可惜命不好，丈夫早年因病去世，留下她一个人守着个小院子，靠织布卖布为生。这李翠花心地善良，平日里村里谁家有难，她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，因此在村里头人缘极好。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李翠花提着篮子去后山采草药，打算卖点钱补贴家用。她沿着山路走得正欢，忽然听见草丛里传来嗖嗖的声响。她好奇地拨开草丛一看，哎呀妈呀，竟然是一条浑身漆黑的大公蛇，正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了尾巴，动弹不得。这蛇看起来挺可怜的，我还是帮帮它吧。李翠花心里想着，便小心翼翼地把石头挪开。那大公蛇得救后，先是警惕地看了看李翠花，随后一溜烟地钻进了旁边的灌木丛里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李翠花也没多想，继续采草药去了。等到夕阳西下，她满载而归，回到家中开始做晚饭。夜深人静之时，李翠花正准备熄灯睡觉，忽然觉得房间里似乎有动静。她侧着耳朵听了听，啥也没听见，便以为是自己太累了，产生了幻觉。然而当她刚躺下不久，就觉得一股凉飕飕的气息从脚底升起，紧接着一条粗壮的大蛇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她的床，缠在了她的身上。妈呀，这是啥玩意儿？李翠花吓得魂飞魄散，拼命挣扎，可那蛇缠得越来越紧，她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就在这时，那蛇突然停止了动作，只是静静地缠着她，并不伤害她。李翠花心跳如雷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她发现那蛇似乎并没有恶意，渐渐的，她也不再那么害怕了。她壮着胆子摸了摸那蛇的身体，冰凉冰凉的，但滑溜溜的，手感还挺不错。就这样，一人一蛇就这么静静地待了大半夜，直到天边泛起了鱼肚白，那蛇才松开身子，缓缓地从窗户缝里溜了出去，消失在晨曦之中。李翠花从床上坐起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心里头那叫一个五味杂陈。她不知道这条蛇为啥要缠着自己，也不知道她为啥又没有伤害自己，但她知道这事儿肯定不简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翠花像往常一样去村里头卖布。刚走到村口，就听见一阵喧闹声。她好奇地凑过去一看，只见一群人正围着刘财主的家门口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咋回事啊？刘财主家这是咋了？李翠花拉住一个村民问道：“哎呀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昨晚上刘财主家遭贼了，那贼可真够狠的，把刘财主家翻了个底朝天值钱的东西全给拿走了。而且呀，刘财主还被打成了重伤，现在正躺在家里头哼哼呢。哟，这么惨呐！那刘财主平时横行霸道的，这下算是遭报应了吧？”李翠花撇了撇嘴，心里头暗自庆幸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李翠花像往常一样生活，但心里头总是惦记着那晚的事儿。
他琢磨着，那蛇缠了自己大半夜，说不定是在提醒自己啥事儿呢。这天晚上，李翠花刚躺下不久，就听见院子里传来沙沙的声响。她起身一看，只见那条大公蛇不知何时又爬了进来，正盘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上，一双金黄色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。哎呦妈呀，你咋又来了？李翠花吓得一哆嗦，但还是壮着胆子问道。那蛇似乎听懂了她的话，从树上滑了下来，径直朝她爬来。李翠花吓得连连后退，直到退到墙角，无路可退。那蛇爬到她面前，抬起头，用那双金黄色的眼睛看着她，似乎在传达着什么信息。李翠花仔细地看着蛇的眼睛，忽然觉得那眼神里充满了哀怨和求助。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啥事儿？李翠花试探着问道。那蛇似乎点了点头，然后在地上画了个圈，又在圈里画了个叉。李翠花看得一头雾水，心想这蛇到底是在干啥呢？就在这时，那蛇突然用头撞了撞她的腿，然后朝村子的方向爬去。李翠花愣了一下，忽然明白过来，那蛇是在让她跟着它走。她心里头七上八下的，但还是决定跟着那蛇去看看。那蛇爬得不快，李翠花紧跟着它，一直来到了村子后山的一个山洞前。那山洞黑漆漆的，看起来深不见底。李翠花咽了口唾沫，心想这蛇到底要带自己来这里干啥呢？就在这时，那蛇突然停了下来，回头看了她一眼，然后一头钻进了山洞里。李翠花咬了咬牙，也跟着钻了进去。山洞里头阴森森的，一股霉味扑鼻而来。她小心翼翼地走着，生怕踩到啥陷阱。走了好一会儿，她终于来到了山洞的尽头。只见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石室，石室里头摆着一个石桌，石桌上放着一个古朴的盒子。那蛇爬到盒子旁边，用头轻轻地顶了顶盖子，盖子便缓缓地打开了。李翠花定睛一看，只见盒子里头放着一颗闪闪发光的珠子，那珠子散发出柔和的光芒，把整个石室都照亮了。这是啥玩意儿？李翠花好奇地凑过去，刚想伸手去拿，却被那蛇用尾巴轻轻地挡住了。她疑惑地看着那蛇，只见那蛇用头指了指珠子，然后又指了指自己，最后再指了指李翠花。李翠花心里头琢磨着，这蛇的意思是这颗珠子是她的，但她想送给自己。她想了想，觉得这事儿太过离奇，但还是决定收下这颗珠子。毕竟这蛇那晚缠了自己大半夜，说不定就是在等自己来这里呢。她小心翼翼地拿起珠子，只见珠子在她的掌心里散发出柔和的光芒，让她觉得一阵温暖。就在这时，那蛇突然用头蹭了蹭她的手，然后转身朝山洞外爬去。李翠花知道这是那蛇在跟她告别，她感激地看着那蛇远去的背影，心里头充满了感动。回到家中，李翠花把那颗珠子放在了床头，每天都对着它发呆。她不知道这颗珠子到底有啥用处，但总觉得它非同寻常。后来有一天，村里头来了一位道士，那道士自称是云游四方的高人，能驱邪避灾。村民们纷纷围上去请教，李翠花也好奇地凑了过去。那道士在村里转了一圈，忽然停在了李翠花的家门口。他盯着李翠花的屋子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眉头紧锁地说道：“这屋子里头有股妖气，怕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”村民们一听，吓得纷纷后退。李翠花心里头咯噔一下，想起了那晚的事儿，心想：难道那蛇是妖怪？那道士见他神色不对，便问他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儿。李翠花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那晚的事儿和那蛇送给她的珠子的事儿都说了出来。那道士一听，顿时眼睛一亮，忙让他把珠子拿出来看看。李翠花把珠子递给道士，道士接过珠子，仔细端详了一番，然后惊叹道：“
这可是颗千年灵珠啊！怪不得那蛇要把它送给你。千年灵珠，那蛇为啥要送给我？李翠花不解地问道。那蛇其实是个修炼千年的蛇妖，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，便将这颗灵珠送给你作为报答。道士解释道，这颗灵珠能驱邪避灾，保你一世平安。李翠花一听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晚那蛇缠着自己，是在告诉自己这事儿啊。他感激地看着道士，说道：“多谢道长指点迷津。”那道士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不用客气，既然这事儿已经解决了，贫道也就告辞了。”说完，那道士便转身离去，消失在了人群之中。李翠花手里握着那颗灵珠，心里头感慨万千。她没想到自己无意间救下的一条蛇，竟然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福报。这事儿过后，李翠花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。她依旧每天织布卖布，过着简单而快乐的日子。而那颗灵珠则被她视为珍宝，一直放在床头，陪伴着她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。至于那条蛇，李翠花再也没有见过它，但她知道，它一定在某个地方默默地守护着她，就像那晚她缠着自己一样。这事儿虽然听起来离奇，但李翠花却深信不疑，因为她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科学无法解释的，但它们的存在却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神秘和有趣。打从那天起，李翠花的生活表面上看似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但实则暗潮涌动。那颗千年灵珠不仅给她带来了好运，也悄然间引来了不少贪婪的目光。这天，村里头来了一个穿着华丽、神情傲慢的年轻人，名叫赵明辉。他自称是城里来的富商，路过此地，听闻杏花村风光秀丽，特来游玩。村民们见来了个有钱人，纷纷热情款待，李翠花也不例外。虽然她心里头对这赵明辉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，但还是礼貌地邀请他到家中做客。赵明辉在李翠花家中转了一圈，看似不经意地询问起她的生活情况，实则一直在暗中观察着屋里的每一处角落。当他看到那颗放在床头、散发着柔和光芒的灵珠时，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的光芒。哟，这颗珠子可真漂亮啊，不知道是从哪儿得来的？赵明辉装作不经意地问道。李翠花心里咯噔一下，她没想到这赵明辉一眼就看中了自己的宝贝，但她也不想隐瞒，便如实说了那蛇送珠的事儿。赵明辉听完，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，随即又恢复了平静。他假意称赞了几句，便告辞离去。但李翠花却发现，他离开时的眼神里充满了算计。果不其然，当天晚上，赵明辉就带着几个帮手，趁着夜色悄悄摸到了李翠花的家中。他们打算趁李翠花熟睡之时，将那颗灵珠偷走。然而，他们刚踏进院子，就听见一阵嗖嗖的声响。紧接着，一条浑身漆黑的大公蛇从黑暗中窜了出来，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妈呀，有蛇！赵明辉的几个帮手吓得连连后退，差点摔个大跟头。赵明辉虽然也吓了一跳，但他很快镇定下来，心想这蛇肯定是那晚李翠花救下的那条，它不会伤害人的。于是他壮着胆子说道：“嘿，你这蛇，别挡道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”那蛇似乎听懂了他的话，但他并没有让开，而是死死地盯着赵明辉，眼中充满了敌意。赵明辉见状，心中怒火中烧，他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这蛇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说完，他便朝着那蛇刺去。那蛇身子一扭，灵活地躲开了他的攻击，随后张开血盆大口，朝着赵明辉扑去。赵明辉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地逃出了院子。他的几个帮手也吓得四散而逃，再也不敢靠近李翠花的家。
这场风波过后，李翠花更加确信那蛇是在保护自己和那颗灵珠，她心里头充满了感激，也更加珍惜那颗灵珠了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赵明辉并没有善罢甘休。他回到城里后，四处打听关于那颗灵珠的消息，企图找到破解之法，将其据为己有。这天，杏花村突然来了一群道士，他们穿着道袍，手持法器，神情肃穆。村民们见状，纷纷围了上去，好奇地问他们来干啥。那群道士为首的一个，名叫玄机子，他自称是云游四海的高人，听闻杏花村有妖气弥漫，特来除妖。村民们一听，吓得纷纷后退，心想这村里头啥时候有妖怪了？玄机子见村民们一脸茫然，便解释道：妖怪并不一定是面目狰狞的，它也可能以人的形态出现，甚至隐藏在我们的身边。说完，他便带着众道士在村里头四处查看。当他们来到李翠花的家门口时，玄机子突然停下了脚步，他盯着李翠花的屋子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眉头紧锁地说道：这屋子里头有股浓重的妖气，那妖怪肯定就藏在这里头。村民们一听，吓得纷纷后退，李翠花也吓得脸色苍白。他不知道这玄机子为啥要把矛头指向自己，更不知道他所说的妖怪到底是谁。玄机子见他神色不对，便问他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儿。李翠花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那晚的事儿和那蛇送给他的珠子的事儿都说了出来。玄机子听完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又恢复了平静。他冷笑道：哼，原来那蛇妖一直隐藏在你的身边，还送了颗妖珠给你，企图迷惑你，真是岂有此理。李翠花一听，顿时愣住了。她没想到这玄机子竟然把那蛇说成是妖怪，还把自己的宝贝说成是妖珠。她心里头一阵慌乱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就在这时，那玄机子突然一挥手中的法器，大喊一声：妖怪，还不快快现身！话音刚落，只见一道金光从法器中射出，直奔李翠花的屋子而去。李翠花吓得尖叫一声，想要阻拦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那金光击中了李翠花的屋子，顿时屋内一片狼藉。李翠花顾不上许多，连忙冲进屋内寻找那颗灵珠。然而当她赶到床头时，却发现那颗灵珠已经不见了。我的珠子，我的珠子哪儿去了？李翠花失声痛哭，她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大意，让那颗灵珠被玄机子给夺走了。村民们见状，纷纷上前安慰她，而玄机子则拿着那颗灵珠，得意洋洋地说道：哼，这妖珠终于被贫道给收服了，这下村民们可以安心了。说完，他便带着众道士和那颗灵珠离开了杏花村，留下了一脸茫然的村民们和李翠花。李翠花失魂落魄地坐在屋里，心里头充满了绝望。她不知道那蛇现在怎么样了，更不知道没有了那颗灵珠，自己以后该怎么办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听见院子里传来嗖嗖的声响，紧接着，那条浑身漆黑的大公蛇从黑暗中窜了出来，盘在了她的面前。你还活着？李翠花惊喜交加，她没想到那蛇竟然没有被玄机子给杀死。那蛇似乎听懂了她的话，点了点头，然后又用头指了指外面，示意她跟自己走。李翠花虽然心里头充满了疑惑，但还是决定跟着那蛇去看看。那蛇带着她穿山越岭，一直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里。山洞里头灯火通明，只见玄机子和他的几个帮手正围坐在一起，手里拿着那颗灵珠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这妖珠果然非同凡响，贫道只是稍微炼化了一下，就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强大力量。玄机子得意地说道。李翠花一听，顿时怒火中烧。她没想到这玄机子竟然如此卑鄙，
不仅抢走了自己的灵珠，还想据为己有。就在这时，那蛇突然从地上跃起，直奔玄机子而去。玄机子见状大吃一惊，连忙挥舞着手中的法器抵挡。然而那蛇却异常凶猛，它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咬住了玄机子的脖子。玄机子疼得惨叫一声，手中的法器也掉在了地上。他的几个帮手见状吓得连连后退，再也不敢上前。而李翠花则趁机冲上前去，捡起那颗灵珠，紧紧地握在手中。那蛇见李翠花拿回了灵珠，便松开了玄机子的脖子，转身朝山洞外爬去。玄机子倒在地上，鲜血直流，已经进气多出气少了。李翠花看着他的惨状，心中并无怜悯。他知道这玄机子作恶多端，死有余辜。他感激地看了那蛇一眼，然后转身离开了山洞。从此以后，李翠花再也没有见过那蛇，但她知道，它一定在某个地方默默地守护着她，就像那晚她缠着自己一样。而那颗灵珠也被她视为珍宝，一直放在床头，陪伴着她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。至于杏花村的村民们，他们并不知道那晚发生的事情，他们只知道，从那以后，李翠花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了。而那颗灵珠也成了杏花村的一个传奇故事，流传了下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